不知道大家平时制作音乐都是用的什么宿主呢？我之前一直用的就是 Ableton Live， 因为很早以前用 Logic 的时候就是做不出东西来，但是一换成 Ableton 以后就立刻文思泉涌。这种工具带来的创作方式的改变真的非常神奇。过去的10年以来，我一直都是 Ableton 的忠实用户。但是最近我换了 M1 架构的 MacBook Pro， 虽然的确 Apple Silicon 的性能是强的要命，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深入使用之后，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性能方面的瓶颈，主要是在插件的兼容性上。需要理解为什么插件有兼容性问题，我得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Apple Silicon 跟之前苹果用的 Intel 处理器之间的区别。苹果之前的电脑使用的是 Intel 的处理器，也就是说它和平时我们使用的 Windows 笔记本啊、台式机电脑啊是同一种处理器。不严谨的话，也可以简要的理解为它们只有操作系统不一样。但是之前的几年 Intel 的处理器的更新幅度不是太让人乐观，甚至有一段时间它让它的老对手 AMD 全面超越了。苹果一看不行啊，你这处理器这么拉，发热这么大，功耗这么高，性能也没有多好，于是苹果就开始研究它自己的电脑芯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Apple Silicon。但是呢 Apple Silicon 是基于以前 iPhone 啊 iPad 啊这些设备以前的 ARM 架构的 A 系列芯片研发的，也就是说就算系统兼容了，之前 macOS 里面的软件也没有办法直接在 Apple Silicon 里面运行。所以苹果开发了一个叫做 Rosetta 2的套件，实时的把以前 Intel 架构开发的软件在 Apple Silicon Mac 中转译运行，大概就相当于一个同声传译的概念。但是翻译永远没有母语流畅，对不对？也就是说使用 Rosetta 2运行的软件没有办法发挥新处理器的全部性能，同时还可能有兼容性问题，就有点像是文法不通的概念。就拿我之前用的 Ableton Live 来说，虽然经过转译之后运行的效率也很高，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会觉得不跟手，卡卡的。之后 Ableton 也升级了原生支持 Apple Silicon 的版本，但是它没有办法使用非原生的 VST 插件。最关键的是，用原生版 Ableton 打开以前的工程，那些使用 Intel 架构的插件会直接消失。不知道 Ableton 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你们自己不用自己的软件的吗？被 Ableton 气死了之后，我决定把自己的工作流迁移到 Bitwig 上。看过我之前那个搞笑视频的朋友大概知道， Bitwig 它也是一个宿主，但是它甚至可以运行在 Linux 上。同样 Bitwig 也有 Apple Silicon 原生的版本，而且 Bitwig 的一大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几乎运行所有的 VST 插件，无论是 Intel 架构还是 ARM 架构。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使用 Bitwig 的心得。首先界面上 Bitwig 和 Ableton 很像，但是很多地方都是相反的。比如说文件浏览器它从左边变成了右边，之前的拖拽缩放的方向也是反的。当然这些习惯就好了。拖拽方向呢也可以在设置里面进行设置，在设置里面也可以选择缩放比例啊、语言啦、颜色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设置。其中呢我觉得非常有想法的是 Meter Mode 可以设置为 K20， 波形显示和 Playhead Follow 都可以进行非常细致的调整。几年前我最开始使用 Bitwig 的时候，我总是觉得 Bitwig 的声音要比 Ableton 来的小声很多。后来发现其实因为 Bitwig 默认轨道它不像别的宿主一样是 0dB 而是负10dB。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它可以帮助你养成良好的 gain staging 的习惯，给最终的 mix 留更多的 headroom。 不过我还是把它调整到 0dB， 等到之后慢慢习惯了我再调回来。同样 behavior 这里还有一些更多的设置，让我可以把 Bitwig 调整成更符合 Ableton 用户的习惯。在 location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设置采样包素材库的位置，就像之前我们把文件夹拖到 Ableton 的侧栏里面是一样的效果。在这里呢，默认也会有 VST 预址的存放位置，然后默认呢 Bitwig 把这些外部插件的位置都设置好了。其实 Bitwig 这样的设置极大的方便了 Windows 用户，因为 Windows 架没有强制的 VST 插件的存放位置，每个厂商默认的位置都不尽相同，相信用过 Windows 做音乐的同志们都知道，也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在这里还可以额外的设置 Music Locations， 其实也是侧面说明了 Bitwig 和 Ableton 一样，也可以拿来 DJ。Bitwig 最好的一点呢，也是我这次迁移的最大动机，其实是它加载插件的方式。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插件突然崩溃导致宿主闪退的情况，而且肯定不止一次。Bitwig 可以让每个插件都运行在独立的进程当中，这样就算插件崩溃也不会把宿主一波带走，你只需要点一下重新加载这个插件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每一个插件、每一个进程的模式，对于一些性能不够强的电脑不是那么友好。所以这里 Bitwig 它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一般呢就是选择 by manufacturer， 因为比如 Isotope Neutron 啊、Captain Quartz 啊这样的插件，它们都是需要同一个厂商的插件加载在同一个进程当中，这样的模式才可以进行插件互通的。这个功能真的是我的痛点，我再也不用担心插件 bug 崩溃打不开工程了。同时呢，关于加载插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加载一些母带处理插件之后，整个工程的延迟就会变得异常的大。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 CPU 不够用导致的延迟，但其实这个延迟呢是插件自己的算法产生的。有一些处理呢，尤其是限制器这样的模组，它需要提前听到音频的内容，让算法听到这个提前量，决定之后这个声音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所谓的 look ahead。还有一些变调的插件呢，也是会产生延迟的，而这些延迟呢，它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调小 buffer size 啦、升级电脑啦来解决，因为这个是插件它额外向宿主申报的延时时间。在 Ableton 里面呢，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到插件的标题栏，在左下角看到，而在 Bitwig 里面呢，我们可以更简单的在调音台里面直接看到。我为什么要说延迟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已经混好音了，各种有延迟的插件都挂上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录一个新的乐器，在 Ableton 里面呢，直接点插件的开关是没有用的，那个延迟还是会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删除这个插件，但是我只是想要临时禁用一下，我还得把这个插件的阈值保存出来，然后把这个插件删除，录完了以后我再把这个阈值拖进来，就非常的麻烦。但是 Bitwig 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 deactivate 这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延迟就让出来了。注意，这个 deactivate 跟 bypass 不一样，只 bypass 的话还是跟 Ableton 一样的。说实话，这个功能是我迁移到 Bitwig 以后每一次都感恩戴德的功能。Bitwig 呢，虽然改变了一些快捷键的用法，但是稍微熟悉了一下还是很高效率的。同时它还提供了快捷键自定义的功能，比如我就设置了 Command 加 Option 加 Control 加空格，就是 Collect All and Save 这个功能。之前在 Ableton 里面我还是需要通过系统的一个快捷键的 hack 来这么设置的，在 Bitwig 里面我们直接就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非常贴心。剩下呢还有我很熟悉的0这个快捷键，用来快速禁用和启用 Clip， Command 加1啊加2啊加3啊，调整 Grid 模式这样的功能等等。有很多人用 Ableton 呢，其实是因为 Push 这个控制器真的非常好用。迁移到 Bitwig 了以后， Push 还能不能正常使用呢？我们来看看。惊喜的是，连屏幕都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可以使用按钮控制层级啊、插件啊这些细致的功能。而且不只是 Push 啊，我这里的 Machine Plus 啊、Complete Control 键盘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虽然官方兼容了很多不同的控制器，但我们最好安装一个叫 Driven by Mouse 的插件。Push 上的这些高级功能都是 Driven by Mouse 这个插件提供的。当然呢 Bitwig 也是有一些缺点的，我也不能说不吹不黑，我觉得我这个样子叫又吹又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呢，就是没有办法使用 Max for Live 的插件，这个就是授权和架构的原因。由于 Ableton 它直接把 Max 的公司 Cycling 74买下来了，我觉得有生之年我们应该都不会看到比如说 Max for Bitwig 这种形式的深入合作了。但是 Bitwig 它也内置一个模块化的可编程架构，叫做 Grid， 它其实比 Max 还更好上手一些，但是我们之前熟悉的一些 Max for Live 的功能就需要重新在 Grid 里面进行一些编程，还是有点麻烦的。还有啊，就是在 Mac 下 Bitwig 它没有办法加载 Audio Unit 插件，它只能加载 VST 和 VST3， 但是我基本没有插件是 Audio Unit 格式独占的，所以这个对我影响不是很大。这两天呢，我也发现了 Bitwig 的另外一个痛点。之前 Ableton 它支持 MIDI 编辑的那个 Scale Mode 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写和弦啊、写旋律的时候都比以前快了不少。那切换到 Bitwig 了以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用 MIDI 卷帘窗，但是今天我想要用鼠标点一些旋律的时候，找来找去发现就没有 Scale 这个功能，这个我就只能希望 Bitwig 下一个大版本加入这个更新吧。另外就是如果你用的电脑比较老的话，我其实不会太推荐你使用 Bitwig， 因为 Bitwig 它的技术栈比较新，而且图形界面它其实是用比较臭名昭著的 Java 来写的，所以在老电脑上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性能瓶颈。但是反而这种架构呢更加适合新电脑，因为插件都运行在不同的进程中，交给系统的调度器去智能分配 CPU 核心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利用当今电脑的多核性能。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最近从 Ableton 迁移到 Bitwig 的体验和感想啦。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后悔这次迁移，
同时略为陌生的界面反而会让我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不一样的做音乐的逻辑，而不是像之前太熟悉 Ableton 导致的操作同质化。我很多操作我下意识就做完了，我根本就来不及思考一些新鲜的声音设计的方法。如果观看视频的观众老爷们正好对现在使用的宿主不太满意，想要尝试一下新的工作环境，我还是很推荐在比较闲暇的时间去尝试一下。还是那句话，工具是用来完成任务的，趁手最重要。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制作这样的音乐知识类的分享视频，虽然我已经想好了以后会再给大家推荐一些我平时使用很好用的工具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我聊聊的主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正愁没有话题呢。那就这样，谢谢观看 Peace。